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我们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今天的题目是：谁准备握着你的手？谁准备握起你的手？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星星、月亮、太阳。等一下近看的时候，你想看久一点，你可以按下暂停哈。那开始哈。来，这个是星星牌。好，这是月亮牌。好，这是太阳牌哈。好，总之呢，你目光越难移开的话，表示共振越强哈。我想这你们大家都很会选牌咯。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咯。来，我们一样哈，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我们一样都是先选5张牌，然后看一下你跟它的能量的连接结构是什么，然后我们来捕捉一下哈，一个未来性的趋势的发展哈。好。好，5张牌哈。都是很细节的牌哈。死神牌出现在中间压底，整个核心状态的一个牌后，表示呢，这个人哈，我仔细看一下哪一回事，这个人会在你近期哈某一种重生的状态之后出现。你仔细思考一下，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这样转换？有一种转换是换工作、换房子、换地方、换学校、换学业、换什么哈？换职业也算。但是你要记得有一个关键点哈，这个转换呢，是因为你要脱离某一个让你很受不了的状态，让你很困局的状态，反正你就是为了要逃脱前一个状态而去转换一个全新的样子。然后这个转换呢，虽然讲起来是逃脱啦，但是本质上、结构上最核心是一种脱胎换骨，是一种转换，你会得到一种新生感。如果你就只是单就的想要逃离现状的话，那可能这个少了那个脱胎换骨的状态哈，那你只是单纯的逃离哈，那就可能不在我讲的这个范围里哦。它这个范围里，它一定有一个重生的感觉，你要觉得有一种我重获了自由了，我重获新生的那一种转换哈。那么1号牌的核心就会出现在这里。那这个状态出现之后，那么那一个新的恋人就离你不远啦，因为他这个顺序哈，他这个能量的设定好的顺序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再往下看哈，8的话，当你有这一个重生转换的状态一出现的时候，我跟你说，他这里的牌是告诉你说，立刻宇宙的最顶点，或是你的能量的最上端，就会立刻设下、丢下、抛下一个属于你的恋人出来。这个人会很宠爱你，这个人目前看起来，一见到你就热情如火，就非常的奔放，很想要拥有你。这个因为火能量是爆满，你看环绕着你的重生多少权杖，它就被一个非常强大的火焰燃烧着，而且这个燃煤我觉得就算没有燃煤也会烧一阵子啦。它带来了对你的，他看到你的时候就有非常高的憧憬，有结婚的憧憬有一种幸福感的憧憬，有一个想照顾你的憧憬然后他可能就算你有追求者，他也会突破万难的，就是要把你抢到手有这个讯号我只能说，关键点就在于你要有这个重生的讯号。当你这个重生的讯号一产生之后，你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幸福境界了。就是在这个重生之后的下一个世界，就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幸福世界。这边看到的确实是这样，时间点不知道，但你一定要有这个重生转换的感觉在。记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整个核心的关键点没有这个就没有后面的选择1号的牌朋友来。
我们继续刚你看一下其他的状况哈，连接的状况是如何哈。来往上移一点哈。9啊，好，很好的事啦哈。你这个新的恋情啊，他是一个宇宙已经帮你整理好的、已经挑选好的人了。这一个人会带来一种丰沛的情感，一种超级浪漫的极端浪漫，他有一点极端浪漫主义者，然后再配合了这种火能量，他确实对你会有一见倾心、一见钟情，一看就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他就是非常想要靠近你、拥有你哈。然后，因为他最原始的、最 pure 的感情能量有，最有抱负的、最有力量的感情能量也有。好，而且坦白说，我虽然说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极端的浪漫主义者，非常高的浪漫主义者，即使我这样说啦，但是他的水能量是落在一个极端，也算是一种非常理智的状态。所以呢，我刚刚说宇宙已经把这个能量、这个水能量整理好的意思是说，这个人遇到你，看见你，哦，其实是因为你几乎符合了他心里所期待的那一个完美恋人、完美情人的状态出现了。你是这样出现在他眼前的，他控制不了啦，他一定会想要跟你在一起，然后又因为钱币九挡在这，就在这里哈。其实我跟你说，有可能你第一次看到他说你不会那么喜欢他啦，但是你会渐渐的、慢慢的发现他的好。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重的感觉哦，你可能只是会遇到一个非常强烈追求的追求者。哦，目前看起来是这样。但如果啦，你有遇到这个经历的话，请你耐着性子去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其实我觉得宇宙挑选的蛮好的，因为给了蛮多的动能，而且还看到了是一种能带来温馨，它就是一个很有感动、循序渐进的一种感动的能量进来。它不是乱乱的进来，它不是随机的进来，它不是要来玩弄你的一个能量，不然它这个就是一个整理好的品质的水能量进来哈。但很可惜，第一印象可能你不会有那么重的好感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这一个重生之后，你有一个新的变化，是你更相信自己，你更爱自己，你甚至觉得没有爱情也没有关系。你虽然今天看这张牌，你在期待那个人来，可是很特别的是，这个一转变的时候，你突然会有一种冷淡下来，你只想要你自己哦。他有一种心事会在你内心里面就这样浮出来哦。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能量各方面是很捉弄人的，他明明就要在你这个转弯之后给你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却让你筑起了一个高墙，却让你更想花时间爱自己。也就是说，爱情总是会有所考验啦，有所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所平衡啦。哦，我觉得，以你的角度，你好不容易重生了，你好不容易逃脱，你好不容易脱胎换骨了，你当然要花一点时间享受一下自己啊！你当然不要这么快就让你成为别人的一部分啊，到别人的捧在手心里啊！我觉得这个逻辑比较对，总要享受一下被追求吧，总要享受一下被人溺爱吧，因为这一题是谁走要开始握起你的手，也有一种谁走要开始把你捧在手心啊，所以没关系，你站在比较上风，你站在比较优势的位置没有关系。这一段恋情比较像是一种，你总算要脱胎换骨，你总算要转换了的宇宙给你一个礼物了。而且这一个人我感觉到是他寻觅你这样子的人也蛮久了，所以他不怕被你拒绝，他也不怕第一次没有表现好，反正他会蛮有耐心的去慢慢的让你知道他的好了哦。然后再继续看后面哦。还不错哈，在丰盛的位置，在被理解的位置，他这里的意思是说他会理解你了，他一开始就理解你，他理解你
他慢慢的会知道你刚换了一个样子出来，你刚刚重生，你刚开始重新拥有自己的，他能够理解，他会给你很多空间，他会给你很多时间，他会慢慢的守护你，他没有要你马上成为他的什么哈。那你别担心了，他能够想通啦，也不是说想通，他本来就有这个智慧跟聪明哈。反倒是你不要太刁难对方。当你遇到他说，希望你不要太刁难对方，也不要太欲擒故纵。我觉得你可以先爱自己，先喜欢自己，没关系。你让自己更多的智慧先慢慢的长起来。但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也要对别人，也要对他仁慈一点啊，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于玩弄一个掌控欲。虽然这个情况、这个优势、这个牌面上有在说你会拥有这整个关系的主导权，但只有初期哦。他这边就只有初期哦，后面你有可能会反过来依赖他，有这个讯号，因为我看到这个起伏有，所以但前期你确实是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被追求，决定更多的都是由你来决定的，然后更花时间爱自己。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爱自己的时间不会太久了，你很快的就会被他的好所吸引，你很快就会发现他的好。那这个是很自然的转变啦，因为能量确实是把你们送到一个比较自在的方向，就是你们就是该去的方向。只是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发展就是这样啦，就是它总有一个你来我往的状态哈，你们两个然后选择1号牌的朋友，我觉得整个牌面都是没什么大问题耶。你能做自己，还能够被人爱着，这个还算蛮好的。继续看下面哈。我帮你看一下你们两个是如何这样子深刻的连接在一起的哈。又出现了。我跟你说，他喜欢你很喜欢自己的样子，而且他还蛮愿意为你牺牲蛮多的哈。对他来讲，你很像是寻觅在大海中难得遇到的一个宝物啦。对他来讲，他有一点像是一般凡人，然后遇到了一个天神的概念，这是他的浪漫的概念，所以他愿意为你牺牲，他愿意为你奉献，只为了保护你，有点像是保护他的信仰。然后他遇到你之后，他会发现自己内在有很多全新的生命力，是他从来没有遇到的，所以他非常珍惜，觉得非常珍贵，非常难得哈。就这种感觉的加成起来，让他对你有非常高度的憧憬，也是他意料之外的啦。所以初期你就好好的享受这份很特别的被人珍惜跟追求的感觉吧。但记得不要玩弄太久，或是故意拒绝因为好不容易宇宙好像选了真的一个蛮不错的人来说，他要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火能量，又有一个细致的水能量，他的情感付出是非常细致的，他不是乱来的不是一桶水随便乱倒的这种水，是温温的、安安静静的一个溪流的性格我再帮你翻别的。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们两个关系上会有和新的跳跃式的觉醒或各方面这边有个小提醒啦希望你不要太让他觉得你距离很远啦。虽然一开始你遇到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喜欢他，或是没有那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不要因此而真的跟他拉开很多距离。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其实这里我们没有跟你确定说是谁，所以你近期在你这个转换之后，其实你会故意跟所有人都先拉开距离一阵子。那你也会不小心的，我比如说你也会不小心的拉开跟他的距离，但是也还好，因为他的表示跟他的主动性很强，所以你很快就能够确定是这个人。那一样，你可以先爱自己，先跟所有人都拉开距离，包括他，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能量就已经注定了。为什么这个是注定的？你会跟人家，你在觉醒之后，你会比较爱自己，然后进而很自然的跟大家拉开距离。因为怎样？因为你有2个要觉醒的东西，你自己要先解决。一个是
你心里的东西你还没整理完，你整理完之后你会觉醒，觉醒成一种能够放入呃更多好的声音进入你身体。那另外一种觉醒是你的观察力的觉醒，你对事物理解各方面人情世故啊、怜悯心这方面的觉醒。哦，他为什么现在要你觉醒这个？因为你之前可能太杂了、太忙了、太忍耐是大家了、太为别人付出了、太少自己了。那你在这一个摆脱之后、脱离之后，到了一个新的位置之后，你突然，我刚刚说你突然净空了嘛？你净空之后，你能够放进去更多东西，而且你会开始挑选一些营养的好的，对你人生有注意的，就连换新朋友也有可能哦。那换了朋友也有可能哦。所以在这个觉醒状态之前，他没有办法拥有你，他也没办法打动你。当你开始觉醒了之后，才跟你说，你会慢慢的发现他的好嘛？因为你的心打开了，你的观察力打开了，怜悯心打开了，你的感受力打开了，你跟他的能量也开始连接了，你就能够看到他的好了。他也知道，他也非常有耐心，因为他所处的能量，他所带来的能量，就是已经是定义成这样子。他可以等你，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他真的是你觉醒之后这一个重生之后的礼物。之后你就知道如何好好的跟他相处，因为你懂得欣赏他，你懂得看他，他后面带来的礼物你就能够享用了。不然本来为什么要说享用，就很像说有些好吃的食物，很多什么名菜摆在你面前，你本来对事物就食之无味或什么这都没有兴趣，怎么吃你都没有不会有感觉。但是因为你这个觉醒，你这个改变，你这个脱胎换骨，你会开始知道那些巨细靡遗的付出、巨细靡遗的努力，你会品尝人世间那些很小的滋味之后，你会慢慢的知道一切东西都有它的好的一面，进而还有一种更好、更细致你没有发现的那一面哦。所以这个觉醒一个转换还蛮重要的。来，我再看一下，你还有什么东西是？还是我帮你，sorry， 还是我帮你看它好了哈。我帮你看一下它的各种面向，我们来帮你翻一下哈。好，好，其实这里都讲到了哈，他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啦哈，他各方面能量都已经是非常完善的了。他其实前面都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成长，成为现在这样子的人的。他确实脑袋有一种非常我觉得他算比较中二的浪漫主义的这种概念在他心里的。可是因为我跟你讲，他的人的心还蛮纯净的，他有一个无意识的，他有一个非常高尚的心灵跟灵魂，但是他是一个无意识的，因为他有很想追求一些比较高精神面的东西，但他不知道，但他只是觉得感觉上他知道他在追求什么。其实他有一种精神洁癖啦，他喜欢一种很清澈的，他对于梦想或是理想或是遥远的东西，他都有一种很清澈的感觉。那种清澈感觉要怎么形容？就是他知道他要人生或是他的步伐能走到多远，这就是一种很清澈的对于遥远的事情的感觉。那你知道，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是拥有一个非常纯净的灵魂，所以他可以看得比较像，他看事情可以像他小时候看事情，就像你们许愿想说我就要当太空人啊，当那种比较遥远的职业，他到现在还有这种。也因为这样子，他每一步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情感丰沛的人，但他其实每一步都走得很有秩序。我目前看到他的都是一些很有秩序的人，他其实对我来讲，他蛮像一些清教徒或是一些蛮牧师，不是像牧师、僧侣呀，或是教徒那一种哦。但他不无聊，因为他内心是非常澎湃。我只是拿这种有秩序的状态来形容他哦。然后，这边有一个讯号，它没有固定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在你面前。它这边有一个讯号说，好像它可以从四面八方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在你面前。也就是说，只要你准备好，你这个转换一好之后，它有可能会立刻出现，好了，跟你有一个很特别的邂逅，
或是他在第一次见面见到你的时候，就会跟你立刻表达说你很特别或什么的，你会马上知道这个人对你有不凡的感觉哈。来，我再看后面。哦，好，其实这个讲过了，他会守护你，他为你牺牲，他会什么？不过这边有一个特别的新的东西，你身上有一种他小时候失去的某种小时候很喜欢的某种感觉、某种讯号。他这边讲的是某种讯号，那个讯号在他小时候，在他以前的记忆里，好像是他的生命的动能，好像是他喜欢人生，他喜欢世界，一种生命力的泉源。他好像失去了哈，他失去了，可是在你身上有看到。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遇到你的关键点是在于你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转换嘛。你在这个转换时，那个生命力的爆发，那个样子，那个澎湃，那个神采飞扬的样子，刚好被他看见了。而那个东西是他以前拥有，但他慢慢失去，慢慢不熟悉了。可是在你身上爆发之后，他突然有点唤醒他以前的感觉。虽然他这边有说他可能好像也不确定是什么，但是你总是你有唤醒一个他失去的东西，所以他加成对于你的喜欢，跟他想要珍惜以前失去的东西的这种追寻啊，抓回来的这些感觉重叠之后，所以他才累积出他对于你的感觉的一种澎湃度，一种奔放度，火花才会这么强哈。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混合在一起了，他想不清楚。但是那个情绪跟那个直觉很强烈，在他遇到你、看到你的时候，好，再帮你翻一些其他的哈，因为还有一些空间，找一些未来性的讯号哈。帮你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因为这些有些东西又重复了哈，这个又重复了。这个我才刚讲，它很像你一个他失去的某种东西哈，某种东西，然后他又再遇见哦，然后你们两个人的世界，光是你们两个人的世界，有一种堕落感，有一种像是天使堕落成恶魔的这一种奔放感。我不能说这个是负面的，但是它这种坠落其实有点像天使坠落到人间的那一种投入，那一种我愿意成为凡人，我不想再当天使，我愿意享受人世间各种物质的感受，我愿意感受人的那种情，爱恨交织的那种情。所以他确实是一个很高、很极度浪漫主义者的人。所以他在遇到你的时候，他有这种天使飞向人间的一种想象，一种天使坠落成恶魔的这一种很神话的、很怎么讲？我觉得这画面很美了。然后遇到你的时候，会有这一种内在的一场戏会跑出来哈。好，基本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可以翻了。我觉得你们两个这个故事的发展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哦。好，那我想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其中有很多的讯息跟讯号，我想你应该能够理解了哦。那至于时间点的话，就看你这个转变，你这个重生的感觉何时来，何时来。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一种生活很负重的感觉，你们也希望能够脱胎换骨，能够摆脱，重新感到一个新的自由。但如果现在没有的话，那表示你现在的这一个东西的承受的东西的厚度还不够，它必须要到一个非常厚的程度，你会开窍理解，你愿意割舍它，重新再来，重新再出发。差不多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这一个人他就差不多在后面会接着出发了。但是我必须提醒哦，这只是这一条线是这样发展的，但是你其他的爱情线也有可能同时在不同的故事里发展哦。那这一条线是比较明确的，你在这个转换重生的之后。他就会迎面而来的来找向你了，因为那个能量契合了，他看到你，他看到你这一个爆发成为一个亮点，他在远处看到了，他就会过来了。好，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那希望给你很好的启发或是方向感。那么祝福你哦，谢谢你来听。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握着你的手哦？好，来
一样哈，我们先抽5张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趋势如何哈。哎，顺便看一下他是谁或者他的距离，我们看我能不能帮你捕捉到哈。来哈，好，5张，哎，第1张哈，等等，很多小问题嘞，今天。好，第1张，第2张，哎，3号。好，接下来看这个图克是什么事？可能是不是的。首先哈，你对他来说，你是他心底很深、很深、很深的一个小心愿。也就是说，他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或是他以前的经验里、恋爱的经验里啊，他心里有一个他无意识的向往，就是他其实很想要某一种样子的人，某一种爱情的模式。可是为什么我说他是无意识的？因为他在追求这一个方向，他自己其实不太知道。他一直以为他的喜好，或是一种心理的稳定，或是一种看其他影片或什么的爱情的模式是他追求的。可是他其实不知不觉的一直在往他心底的某一个模式去设定他想要的爱情样子。只是如果你叫他认真的把他想出来是什么样子，叫他去描述，他其实是描述不出来的，因为他这一个内建的那个模组在他心底很深很深很深的位置哈，他真的是不知不觉的在追求那个爱情的样子。那你的出现对他来讲是那个样子，但是还是无法形容，他只是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直觉感觉，确定他很想要你，他很喜欢你，原因很难，他就是真的很难说明了。然后但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比较表象的东西哈，在很高、很遥远、就是说他在他的精神层面所追求的一个非常高端、高级的一个样子，还是有一个具体的样子，就是要很有生活感、很有生活相处的。他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有那种很细腻的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是他在你身上看到的，但不是一定你能够给他哦。好，可是宇宙的能量有一个很特别的讯号是，你遇到他之后，就算你原本不是这个模式的，你也很奇怪的会有所转变，你会被他的能量牵引，然后会诱发你内在一个很有生活感、很喜欢生活细节、很喜欢生活琐事、很喜欢提升生活品质品味的一个自己。如果你原本就是了，那表示你已经准备好要去迎接它。那如果你发现你好像不是，那你会被它带动而启发，因为金币骑士在这，金币国王在这，他这2张牌做了一个你们2个关系的一个基础跟一个遥远的追寻的一个未来方向，就是说未来你们就是想要这种生活感，而现在已经有这个东西做垫底了，做基础了，所以无论如何你们2个遇到的时候都会往这个方向走。这个垫底不只有你连他所带的能量也会。但是我说了，选择2号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已经有了，不然这个钱币其实不会出现在这边。其实你内在已经有在默默的追求一种非常有生活感的生活，非常有秩序的，你喜欢那个稳定的，你希望有人陪着你一起好好的去品味生活的小细节。其实你们都有这个东西啦。好，只是说我这边特别说其实你们2个相处起来是蛮浪漫的，尤其在夜晚的时候，你们几乎在每一个夜晚都能够提升2个人相处的品质，还有细腻度、相处和谐度。你们很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初次见面、初次认识。你们就是很适合夜晚的人。你们无论白天多辛苦都好像是为了培养一种夜晚的情调。你们在夜晚的时候甚至会舍不得睡，你们2个在一起之后会更舍不得睡。
哦。你们会用尽每个晚上能相处的时光，这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这是你目前生活中看到的比较多的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未来式了。吼，其实每一组牌，如果你常听，你会听到我常常讲三组牌，有的时候你都可以好奇去听一下，因为通常它会在某一个模式里，但是它会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就是有的时候像2号牌，它就会像是你们已经在一起之后的讯号是什么，它会捕捉到。哦，有的时候会捕捉你们在一起之前你需要准备什么，都不太一样。你好奇你都可以听看看。然后，那我再继续往下翻哈，翻一些我希望能够多翻一些它的细节啦。哎，好。好，再一张哈，看一下。我觉得2号牌都还不错哎哈，那个牌好的就是一种相处模式的讯号都落在一些蛮好的位置哈，像审判牌的位置就放在了我觉得你们两个互相理解的这个位置，你们遇到对方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种终于有人知道我的价值了，知道我的未来的方向了哈。终于有人能够深刻的理解我在这个人生里，我想要怎么走，想要塑造成什么样子的人生。但这个是在你们相处之后，互相的倾听、互相的聊天之后，会慢慢的确定这件事，不会一开始就知道啦。然后其实你们还蛮重那个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家庭感的，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爱情很像有一种丰收感，就是一点一点的把家建筑起来的这样子的味道，这是你们两个的爱情在堆积起来的。它呼应了前面这么多钱币做基础，你看这些做基础上来的一个未来式，你们会越来越来，除了生活感之外，你们甚至会想要建立出一个家庭。我的意思不是说结婚会什么，而是你们的关系、亲密关系会一步变成是无法脱离的一个家人。当然恋爱感还是有，但是会越来越像很成熟的家人，一辈子都没办法脱离哈。那你们其实都有一颗很细腻的心，也因为你们两个都是非常拥有一个很细腻的心，所以我们两个在情感上面的时候，都会彼此会有所投射，有所支持，有所就很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了。你们两个都是属于一种水能量所建造的很厚实的一种绵密的感觉，然后又建立在土能量上面，就很像两个人把家里建立在一个，也有点像是建立在非常好的农地上，然后你们陪伴着你们所种的一些植物啊、食材呀、稻米呀、各种花园啊、果园啊、蔬菜园、菜园这样子，你们把房子建立在这个的中间，你们建立在一个你能够随时都可以看到人生收获的一个位置，这是一个能量的形容啦，也就是在形容说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种不断获得物质上的收获的一种丰沛感，然后你们两个还能够互相给予彼此加分的感觉，就是其中有一个人想要做这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人会立刻支持哈，所以你们会这样子互相，你们两个除了会变成是恋人，还有一种很深的一种陪伴伴侣，人生的伴侣。所以我才会说，逐渐变成家人，变成家人也没有不好，而是你找到人生让你永远不孤独的那一个人哈。这是你们两个加起非常非常扎实的土能量在你们两个的关系里面，而在这个土能量里面又有日新月异、日换星移的时间的一种稳定的流动感，所以我才说你们两个人会有一种家的感觉，因为我看到的是一种有秩序的日夜星辰转换哦。然后又有不断的会有一个新的未来的梦想，你会每年每月都会有一个，我会想要继续哪里，然后想要继续去，因为我们累积了这么多的丰盛的收获之后，我们人生还能往哪里去冒险，还能往哪里去探索？但是这一切往外的行动，都为了是建立两个人内心的那一个家的
构造跟那个家的稳定的感觉啦。就是你们两个会有一种，只有你们两个懂什么是你们两个人的家，你们会有这个共同语言哈，很难跟别人诉说，但你们两个会建立起这样子一种安定的两个人互相依偎的感觉。我就觉得二牌的朋友，你这个遇到的人哈，将遇到的这个人会算是蛮长久的啦，因为我很少看到其实这牌有这么稳定的。那这个人离你近不近、远不远，我目前没有看到，我只知道你将会遇到这样子的人，目前还没有看到时间上，然后我看他等一下会不会有。不过没关系，我再翻一下哈，因为我不确定哈，我不确定那个距离，但是那距离好像在前前后后在摇摆哈。来，再继续看哈。看一下，不错。你看，突然出了3张火能量，然后又在一种，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合，然后能量配合的非常好，该在什么地方出现对的牌就在那里出现。像这里出现一种心智上、精神上的一种升华的路径上。出现了这么多的火能量，首先是带来是说，你们两个会一直不断的为对方带来一种新的生命力的泉源，会有这个不断的为对方找到新的突破点。遇到任何瓶颈，互相能够突破那个瓶颈点，然后一直有新的冒险、新的未来方向，你们会一阶的不断成长。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一直不断的加分，不断的领导对方，成为对方的指引的方向，成为对方的动力，成为对方的一种支柱，互相的，然后你们会交换非常多的兴趣跟智慧上的知识上面的内容，你们会非常常谈天说笑，就是你们很常聊天，你们有说不完的话这里有说不完的话，有说不完的话，有说不完的梦想，有非常多想做的事情，一直有火能量一直往上烧，然后又有很好的燃眉，只能说选到2号牌的朋友，我觉得目前看来算是非常接近完美的一组恋人牌啦。它处在一种非常稳定的，然后也有基本的浪漫，而且有的时候会超乎想象的浪漫值，然后却在这么好的土能量里面做压底然后我又看到了很多对于梦想的不是空泛的想象，对于梦想的有足够的实践力两个人有追求新梦想的一个实践力，然后又有很好的协调性他这边从金币2做最基底，做最核心的稳定值，就是在说你们两个的相处是非常好的一种平衡。它不是一种节制牌的平衡，融合各种元素，不是，它是一个两个相近、类似，甚至 twins 的一种能量，在做一种搭配交换有点像杂耍2颗苹果、2颗球这样丢来丢去，永远都不会掉到地上的那一种稳定性。然后又有权杖2带来不断在分水岭上找到突破点的一种能量。一种迹象，一种趋势，所以我才说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一直有一种不断加分、不断往前、不断突破的一种概念这个恋人组合非常好来，我再继续往下翻我来帮你多翻一下。我帮你看一个时间我看一下，因为这个人的各方面已经讲差不多，我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连结最密切、最密集的时间点会。我没办法抓到时间点了，我也不抓啦，本来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帮你们看看，大概感觉上近了，还是还要再等一下好，我看一下，其实能量在来的路上。但是来多久，它其实还是处在一个位置，还不知道，还不确定但是这个能量过来的速度，蛮像是，我觉得又是这一个能量，蛮像是山上的冰的融雪已经融掉了，所以
那些从山上游下来的水能量已经蛮多了，现在正在急速的往下走，所以也就是说，它确实是往你这边走来的，然后速度有在加快，但是没有特别快，大概还要再等一下哈。你看我的形容，山上的雪才刚融下，现在是一个融雪的状态，所以它会变成水，然后从山上慢慢的流下来。那你就是在大概最下游和海口处，所以你大概抓一下这个距离、这个时间的感觉哈。才刚开始融雪，水现在下来哈。好，我还是再帮你抓一下你们两个的连接的强弱度。现在哈，有什么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突破哦？好，好。好啦，速度上加速了，所以这个融雪可能只是一种状态，但是速度上来说，你们两个相遇的时间有在加速了，所以权杖八在加速了，命运之轮也把时间告诉你说，你们的相遇原本从它出现到相遇的时辰已经过了一半之上了，之后再加速，所以我想大概也差不多要进入到后面尾声了，所以你们差不多不久多之后就可能会见面啦。不过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件事哈，或是给你一个暗示，或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概念上的想法了。一般来说，像这样子排非常完美、非常完善的时候，我都有可能会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的复杂性跟多元性会同时产生。什么意思？他可能不一定是你的恋人。我刚刚有说趋于家人嘛，他可能在你们成为恋人某一段时间之后，你们两个会立即升华，或是快速升华成很重要的家人，所以你们就不会再是恋人的关系，可能就不会在一起，但是会变成一辈子都会联络的家人关系，而且还是会非常紧密的。还有一种是，他会变成你这辈子最好的朋友，他会成为你的soul mate也有可能哈，因为他这一个你们两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和谐的，是可以一直持续到一辈子的。哦，你们奠定了非常好的关系或什么，甚至你们两个虽然不会在一起，但是两个可能都会彼此单身，然后成为彼此的伴，但并不是以恋人的关系在一起。所以我才说，像这么好的牌，我都会觉得它有可能会呈现多元性的关系，因为这么多元的关系，也就表示你们早就超越了人与人的感情基本的等级，已经在更上了，更超越了，甚至超越了性别哈，超越了男女各种性别，它不是可定义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才用家人在这个人生里是密不可分，而且重要的声音、重要的语言存在于你的人生。好，所以像这个牌，你可能心里可能也要有一个预设来一个准备，可能它的太美好会升华到一个超越恋人的这个等级。哈，来。我再帮你好奇一下他的各方面的心境，各方面的好了，我们都让你好奇一下这个人，然后多好奇一下这个人现在做什么事，在干嘛之类的。我用别的牌翻哈。好，看一下哈。我觉得他现在做的工作哈，现在他的状况有很大的注意力是在于给予人们平静哦，然后解决别人难以处理在选择上、方案上什么的，所以他很可能是，他很可能是帮人家解决心情，他有可能是精神身心科的医生，但有可能是就是智商老师这方面，也有可能是身心灵的老师，就是他很，但我觉得不确定，我只是大概觉得他是那个方向，但因为他这个内容还有很多，他甚至也有可能是，他甚至也有可能帮别人投资啊，因为他在帮别人创造一种丰盛感，也有，所以我觉得我刚讲的这几个，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我只是大概提一下，但是我没有那么确定了，你就大概随便听听好了，好，不要那么在乎这个哈，因为我讲完之后发现多元性跑出来了，我没办法那么确定了，
哦，我只能说以他的能力上，他的天分上，他确实是一个能给别人带来平静的。如果他做在这个工作的话，确实我刚讲那几个工作还蛮符合的哦。然后在他的才华天分上面，他确实是能够帮别人建立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收获，所以他有可能是做创意的，给别人很多 case 或什么，或是别人给他 case，能够想出很多方案，很会提案的人，也就是他也可以让别人很浮躁的情况也能达到一种平静，这也算是一种啦。只是要这讲法要怎么讲都有很多，所以我只讲核心的就是，他确实很能够帮别人带来一种安稳安定的平静感，所以他其实很多人很依赖他，所以你在遇到他的时候，哈，他那个土能量各方面就会爆发起来嘛，因为你本身也是能够带给别人平静的人，就是你是一个很好的说话对象，别人会把垃圾丢给你，然后你也可以给出各种多元的建议。哦，他也是哦，他跟你其实真的就是有点是 twins 的概念了。那我有看到你们两个其实都带了一个礼物来去见对方，应该也说带了一个很好的礼物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才会别人这么依赖你。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你们常常给别人一种解惑，然后别人有一些疑难杂症问你们，你们都有一些答案，所以可以给别人带来很多的像是礼物一样的帮忙哦，好像你们时常能够解决各种问题，有很强的解决能力。但是其实是因为你们的内在各方面背后有非常多丰盛的物件可以给予别人。你们很像就有点像圣诞老公公这样子，带着非常多的礼物来到这个世界，给任何需要的人，你们都能够找到方针。他也是哈，所以你们两个在加成起来的时候，才会说这个土能量才爆发起来，好像生活上的丰沛啊、稳定度就突然都爆发起来了。好，就是土能量非常强啦。那再来后面的话，可能要注意一点小小的事情，就是也因为我刚前面讲的哈，别人开始对你们有依赖，你们好像万事通，什么都能够帮人家解决，能力也蛮强，两个人都是，也因为这样子，别人会对你们有所误解啦。其实别人会忘记你们也需要呼吸，好，所以这边要提醒的是，当若别人给你太多的责任或太多的问题难题都需要帮忙，然后你需要依赖的时候，你有两条路可以选哈。第一就是可能放过自己，哦，不要接受你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第二就是更打开心胸的觉得。你能够帮到人，你就做下去，也不要觉得自己是忍耐或什么的，你就可能要去理解自己，有能力帮别人解开内在心理的问题，什么就花一点时间帮他们解决哈。但是还是要说，不要投入太多啦，哦，点到为止就好了，不要投入太多。因为我这边有看到了很多的，他可能会有一些你们对外界的。有一点像是别人对你们的要求，你们通常都来者不拒啦，所以他有点在别的地方在提醒说，你这种好个性可能最后会累到自己啦，好，会累到自己，然后，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扭曲啦，他就是觉得说，当你忍耐了太多，为别人做了太多的时候，心智上会有点扭曲啦，会有点逃避啦，然后也会开始有点不真实，然后会开始想要应付别人。他这边有一些这个暗示，所以现在先告诉你哦，所以懂得拒绝，好像是你的人生里面可以要学的东西，要控制的东西，或是要再做得更好的地方哈。因为这边有一些疲惫感跟太乐于去助人的讯号，却出现了困惑的字眼，困惑的牌，所以我只能提醒你说，有的时候帮别人，或是别人有求于你的时候，答应别人，或是适可而止就好哦。那因为虽然你们能够带给别人平静，能够带给别人很多丰盛感觉，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留给自己，还是要给自己有呼吸的空间哈，还是要帮助自己维持那个平静的感觉。你们两个都有这个问题啦，你们两个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是觉得我才看到所以你们两个的相遇很重要，所以我才刚前面讲说你们两个会互相扶持，会互相资助嘛，也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常常出现了，所以当你低的时候，他会高着来拉着你哈，那他低的时候，你也会在高点上拉着他哈，
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搭配，很重要的一个组合，有点像一种互救的感觉啦。牌子到现在其实都蛮好的，然后开始连接一些外部的别人的的时候，讯号这种连接到别人的讯号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可怜了，就是在可怜你了，有点做太多，在可怜你了。好，选择2号牌的朋友，我相信你可能内心有足够的善良啦，但这边可能在提醒你，有足够的善良就够了，但不用膨胀或给予太多，有足够的善良就差不多了好，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让你看说谁能够握持你，其实很早就找到了，他真的就是找到跟你一个很雷同的人，然后可以帮你人生加分的人。算是蛮不错的牌了。但时间点来说，请你回想一下，我刚刚说山上的融雪正要水正要下，然后你在出海口你大概想想一下这个距离跟时间，抓一下。我想它来的速度没有很慢啦，因为后面有很多加速的，你再等待一下。这个很重要的人会慢慢的接近你，会在你身边出现的。然后你们遇到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一拍即合的感觉，会很投缘很容易就聊上话。你们话蛮多的，对彼此话蛮多的，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人是难得唯一会听你讲话的人，他也会这么觉得。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还蛮不错的牌总之，我真心希望你能够遇到这个人他能够出现的，或是他能够出现的更快一点。好，真心祝福你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听。接下来我们来到选到第3组牌的朋友那今天的题目是那个谁将要握着你的手？好，我们来看，5张牌的顺序来帮你看一下你们的情况来捕捉一下。记得其实每一支影片有3种台嘛，然后3种其实逻辑大不相同，有的时候会在你遇见他之前，有的时候牌面会在提醒你遇见他之前的事，有的时候会在你遇见他之后的事有的时候是很多时候都是他会告诉你说如何调整自己来面对这个爱情或是在这个爱情中你该怎么调整能够让爱情加分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你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试着听看看。好，5张来，1、2、35你跟他，我先讲他好了我现在先看到的是他内心其实对于一种安稳的生活平静，很稳定，很有物质感物质品味跟怎么讲精致度什么，他都还蛮要求的蛮有控制欲望的。也就是说，他喜欢东西用的不要太差，所以他会很努力的工作赚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品质。他不会只会觉得说刚刚好，就他还要再比好安全再好一点的品质他蛮懂得跟蛮需要享受一些生活上品质的事情啦。所以这方面你就不用担心，他蛮喜欢赚钱的，因为他为了要提升这个东西然后有一个不错的点是，这个人蛮符合你心中想要遇到的人、期待的人那种形象啊各方面。其实以这一题来说他所谓的谁将要谁基本上它是一个能量。它是一个能量，已经确定好要给你什么样子的能量，但是是谁符合这个能量来到你身边，有的时候不一定已经选好了，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符合这个能量的人，就是还没有来所以以选择3号牌的朋友，我觉得因为星星牌在这里嘛，我认为你可以再多多的去跟宇宙下个订单，许个愿，增加一些你的意志力，去具体化你心目中想要的那个形象。但我觉得内在的部分应该都是已经确定了，因为能量已经确定了嘛，所以他的人格、人品啊、内在的结构啊、风水火土结构，他是什么样子的人，
大概已经确定了。目前看到比较确定的就是他是个比较土能量的人，他对于物质无感啊、生活感啊、很实际、很现实生活的品质很要求的，这个能量是已经出来了啦。但是不过在这一份新的爱情里面，有一点你可以注意一下，其实对方对于感情的诠释、表达跟他，就是说他对于感情，他不是那一种一看到他就会马上追求，一看到他就会知道他很喜欢，他需要一段时间去确定自己的喜好，确定自己对一个人是否钟情，是否真的有恋爱的关系，他是这样子的人，他在情感上的确定性啊、直觉性是比较钝的，比较迟钝的哈，会有比较多的犹疑。我这边看到的不一定是因为他以前爱情上有一些缺失、有一些错误或是挫败感而造成的，没有，这是他本质上在应该说在他很要求的，这应该是算他要求的。他本质上对于情感这件事情，他其实蛮要求一个很好的品质，跟他要求物质上品质是差不多的概念，只是他没有办法像他要求生活品质或者物质上面品质这么精准。情感面对他来讲是比较物的，比较难摸索的。我觉得这个逻辑，我觉得这很正常啦，因为很多土能量比较强的人，对情感面的捕捉、确定、诠释跟表达都是比较薄弱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模组里面并没有很多的 SOP 啦，就是没有很多的，不是说经验的问题，而是他们本来吸收这种概念的能力就比较差。简单来说，就是人呢，有些人就是对钱很敏感，很会理财，很会管他的钱。1块钱、10块钱、100、1000对他来讲都是极大的不同，但是也有很多人是钱就是钱，100跟1000其实没有差太远，你懂吗？这就是模组上的不同，没有错跟对哈。所以你可以把它拿过来套用在他感情上也是这样。他对于感情的细腻度、精致度、层次的分别，我觉得看起来没有你强啦。你这边比较多这种精神力的东西哈，因为你看那边星星啊，又有2个火哈。那3号牌蛮不错的啦，3号牌蛮不错的，它一些基础都蛮不错的，你有可能心想事成你想要的人哈。然后第二是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火能量就算是蛮丰沛的，而且有一拍即合的机会。虽然我刚刚说他一看到你，他没办法很快表达，但是他心里一看到你的那种最基础、最初的喜欢，还是会表达出来的。因为权杖8在这一个部分做了一个你们2个相遇的世界的一个构造的定义来说，确实是会有一见钟情、一触即发、一见倾心。或是最低线的2个人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有谈得来，可以聊很多天的这个状态哈。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你们的基本能量、内在能量一开始并不是类似的，并不是说不是搭配的，而是比较不类似。所以你们的话题一开始可能一开始而已，需要有一点点寻找磨合的机会。我觉得磨合太大，就是一些那个叫什么，要寻找一些小交集才能够开始，后面都应该都还不错。因为我觉得你们2个比较像是一种温温的、安静的深夜里面的火啦，安安静静的萤火，很像在露营。我常常拿露营来形容通常好的土能量遇到好的火能量、稳定的好的火能量，我都会拿萤火、荒野里的萤火来形容或是露营的萤火来形容。因为你想象那个萤火，就是大家都在睡觉熟睡的时候，那个萤火还是在那边慢慢的烧、慢慢的热很安全，让人很安心。我想你们的状态大概，我目前看到的状态也是趋向于这个情况啦。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人虽然与你似乎有个比例上的不同，但整个情况蛮温和的、蛮平静的没有什么差错好，那继续往下翻哈。又是火能量看那表示确实啦，你们2个人的关系确实是可以好好期待一下的，感觉有蛮多的小惊喜，
小惊喜，我差点讲成奇迹，没有了，没有那么大，就惊喜，应该会有蛮多的惊喜点哈。然后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可以学到蛮多所谓人生价值的追求，物质上的啦，物质上的会让你讲一个最白话的。第一，它会让你对钱的感觉可能会焕然一新哦。钱的使用，钱对人生的重要性，不是说他人一定要钱的这么粗浅的概念啦，或是什么都要钱啊，不是，它会让你感觉到说钱的使用上，钱对我们的生活的提升，它没有那么的无聊，它没有那么的臭酸，它会告诉你钱的价值跟物质价值的连接上的一种精致的美好哦，大概会告诉你这个，然后它也能够。因为我刚刚说他对于生活感、生活品质上面的追求很高嘛，所以你会慢慢感受到生活里每一个小细节、每一个物件的存在的一种，反正它就是能够提升你对于生活的一种细节啊的品味啊、层次上的啊，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更多美好的东西啦。原本你觉得不过就是生活里的一些杂物小东西，它会慢慢的帮你。美化不能说美化，放大出每一样东西存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位置跟可贵啊，你可能会更珍惜身边的所有事物。如果你本来就是这样子，那很好，你找到一个跟你类似的人。但如果你本来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哈，这个人会把你拉回一个美好的现实里，而不是一个可怕、无聊、呆板、硬邦邦的现实面，它会把你拉回到让你品味生活里的各种美好的那一种现实。他很追求，在他内在里非常追求这个，而且是很追求。毕竟影视放在一个非常严格的位置来说的话，他比我一开始讲的那一种要求还要更要求哦。但是从其他的位置看来，因为火能量在这边一直在你身边这样澎湃起来嘛，所以基本上他不太会控制你啦，他反而会乐于分享给你，因为他有查你这边的能量，让他觉得无论他分享给你，他要求给你，他告诉你生活什么，你都会有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反应，他会觉得这才是他要的一种互动，他觉得这才是他追求生活内在品质的一种，就是有活灵活现的生活感啦，而不是只是追求一些都不会动、没生命的那些物质。他知道有人能感受他在感受到的细微的东西。我想你也有这个能力，主要是因为你的火能量很澎湃哈，你对所有新奇的事物、趋于美好的事物都有感觉，而且都有不错的反应。那还有一些现象，就是你可能跟他出去旅游，或是跟他出去玩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爱说，譬如说到一个古迹，他就会去看一下这古迹是什么，会是谁了什么。他很爱说故事，然后到了一个景点的时候，他可能会做很多功课，他会跟你介绍说，哦，为什么这个景点什么什么，这以前历史什么什么。他可能是这样子的人，因为他对于理解这个世界是充满兴趣的，比较多知识型的，他不太习惯了，我不能说喜欢，应该说习惯去一个地方看到一个美好之后，他不会去了解一下这里是什么。他很喜欢边享受视觉物质上的美好之后，还去了解它的背景跟内在的资讯什么的。他觉得这种物质的搭配才能够了解所有东西的更深的层次。所以你可能以一般人来说，可能会听到一个很喜欢聊这些事情的人，但是你放宽心，你会发现说，你就莫名的吸收非常多的冷知识。其实也蛮有趣的，就像一个会在旁边一直跟你说故事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好，再来，那我们来翻其他的。哦，这3张。哦，太阳也在这里出现了。好，那就不得不说你心里如果你真的再认真许愿一下你想要那个形象，然后达成率有所提升，他有点想要让你实现你的愿望的概念了。就是你努力的想象，我们先当做现在能量还没有确定是谁要走到你身边。如果你希望有个具体的样子的话，你可以努力想象，可能整个情况会趋于你的想象。那我看一下哦，
我刚说你们会有点不同嘛，然后你这边是火能量哈，然后他对于水能量、爱情的能量、情感能量表达比较不足。那他为什么要遇到你？因为你能够打开他这方面的智慧，那他会越来越好。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可以引导他，告诉他很多爱情的层次，或是看影片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尽量去分享你对于情感面、情绪面、精神面、感动面的时刻，告诉他说：“我这里我真的很感动哦，我眼眶都湿了。”然后告诉他为什么感动你，不需。在你的位置，你只需要着重于分享，而不需要太在意他的反应，因为他的反应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他做出反应没有你这么热烈，没有那么热切，没有那么丰富，那么澎湃，没有。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可以着重于分享，因为在他的身体里面消化内化的时间会比较长，但不代表他没有接收到，他有一直在接收到，因为他也是会分享我刚说图能量啊那些观察者分享给你的，所以他能够理解别人分享给他的那一种喜悦，所以他会接收，只是他没有你的反应快，消化的快，但是他终究会有一天会给你好的反应，他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讲说，你那一天告诉我的什么什么时候，我也觉得这样这样这样，会这样子，这是你们两个的关系的建立啦，因为。我想这里其实没什么风能量。我讲在这里你们的关系，你一个人可能独占了火能量跟水能量，而他独占了土能量，所以你就追随他对于一种物质生活的要求，追随他，跟着他去享受，看着他怎么跟你分享，然后去明白、去理解，他也会知道你所带来的土能量、丰沛的火能量，怎么让他的生活感受到很高度或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这是你们两个的馈赠的交换、礼物的交换、丰盛的交换。这是你们两个相处的。总之3号牌的朋友会有一个带领你进入好生活的一个新的人将会出现。好，我们继续翻一下他的部分哈。好，翻3张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连结哈。好，看一下哈。这里其实讲过了，其实你们两个算是遇到了自己另一个世界的礼物了，就是说你们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去领取另外一区的礼物，但是我觉得用舒适圈这个概念不太合，因为它好像就是你到那一区就不舒适，没有啦，我觉得只是跨出你的习惯区域，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区域去领取你的礼物。你们两个都在做这一件事，这是你们两个关系连接的这样。当你们领取对方赠予给彼此的礼物之后，你们会有一种毫不费力就获得另外一个世界的丰沛经验的概念哈。所以我觉得你们是彼此的某种人生成长到某个阶段的馈赠啦。所以而且两个人在一起遇到的时候，发现这边没有太多的紧绷感，只有不同但没有紧绷，只有不同但没有抵消，但也不像互补，好像就是它很像是一个礼盒，然后有2种风味，可是会装在同一个礼盒里，但是少一个都不行，大概是这种概念哈，这种概念你们两个人的那我看一下哈。那为什么你们两个要相遇？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讲的，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相遇更高的任务是，你要去开窍他情感跟情绪面、精神面的那一种不确定性跟层次感。你去开窍他之后，我觉得在这里的一个任务，初期任务是你去开窍他情感面的理解、感受、丰富度跟层次的认知，这方面它提升了之后，它会把这土能量、物质能量转换成更加浪漫的方式回馈给你。这是中期，后期任务就大概就是后面的任务就大概就这些了。所以你应该，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我觉得如果他来看3号牌，那大概你就是那一个远方要来给他的礼物这样。所以如果以他的位置当主角的话，你就是那一个适合他的能量要过来遇到他的人。你们是彼此的
配角。但是以个人为主角的任务来说，其实这个就是宇宙要把你们两个拉起来啦。那给你们两个人在人生的这个阶段，需要去理解这样子的情感，这样子的关系。无论在一起持久或什么的，我觉得那都是后话，那都是之后再说。在初期的时候，你们两个的相遇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换任务啦。他让你理解了生活的层次跟美好，你让他理解了情感跟情感面、精神面的层次跟感动。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缺19。不过它毕竟不会这么完美啦，所以在某些很小很小的角落，你们还是会有些争执，就在于你们的不同上的一些基本上的争执。但是我确实真的没有看到什么冲突纷争的讯号啦，只有一点点，但是在非常边边，在非常边边，在非常支线，在非常就像是你打个电动会有很多支线任务或什么，你看一些小说会有一些额外的小补充，就像你看一些书的时候，它下面就会有一些小补充嘛，大概会在落在这种小小的位置里面，会才提醒说会有一些小小的基本的纷争哈，因为你们两个的结合已经非常平衡了，所以不需要再去给太多的负面去跟正面达到一个平衡，因为你们的相处本身就一种相异的情况很重，它本来就有一种正负，看是哪一个角度都本来就有一个正负在平衡了，所以不用特别去强调要用负面的东西去平衡你们的正能量了。所以我觉得一些小争执是必然存在的啦，但就是很边边，但不会夸张到什么程度。好，再继续看哈。然后看一下哈，然后看一下，差不多有一些风能量出来了哈，风能量位置，我觉得它出现的在于一种，的确啦，你们两个相遇之后会有很多理解，彼此理解彼此，因为毕竟你们是不同，所以你们初期还是有一些程度上需要去用力的去理解对方哈。但是，所以风能量都在一些关于理解、变化、修正、觉醒的位置出现，所以它其中包含了你们对彼此的好奇心哈，然后发现彼此的不同，但还是愿意走下去的一种冒险心哈，都在这里出现。当然也会有一些小问题会慢慢的浮现，但是其他的好能量有压过去哦。很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你们会用一种，对于未知的探险的那一种态度，去很快的解决彼此的小争执或不融洽。你们会用比较理智的状态，这个时候它的土能量里面所带来的风能量就出来了。那因为你们的相处上，而且你有概念知道他对于这种物质比较理智的生活的东西是非常巨细靡遗的，所以在于你们有些小争执的时候，你的情感面或水能量会缩小，你的火能量会处在一种愿意接受真理、愿意接受被说服的状态。所以这些风能量所带来的那一些彼此的冲突，我觉得都落在一些修正、调整这份关系的一个位置，而不是只是用来吵架，不是火跟风能量所创造出来一种战争状态、争斗状态，不是，它都是在一种修正、调整的不适应中。就是小小的调整，有点，它这个不适应，我讲的，我就有点像说，本来你是8点起床，9点上班，那它有一个小调整，就是说可能要你7:45就起来，然后8点半以前就要上班，但是这种小调整一开始会有一些不适应，会有一些小挣扎，会有一些小抱怨，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调整啦。或是说你吃饭的营养不良啊，所以要叫你吃一些你平常不常吃、不习惯的东西，而不是你不爱吃的东西，是不习惯、不常吃，让你开始适应的这种小调整。风能量只处在这种微小的地方。总之，这组牌的风能量都是在一个比较边缘、比较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碍的位置。
很轻易的在你们这边就过关了。好，我来再帮你看一下他这个人的状态，好，看看什么。接这个就好了。哦，我差不多终于有一些他的人际关系。他其实他的朋友都还蛮依赖他的，还蛮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一个解决事情、处理事情很强的人，跟前面其实都很像，因为他就是一个物质感、层次感追求很重的嘛，所以他对于理解事情、别人的问题的客观思维非常强悍，所以他能够集合各种的因素，整理各种的原因，找到蛛丝马迹，找到破解的方法。所以他的朋友或是工作上都有很好的努力的、很强的表现。也因为他这样子，当然就吻合了他对于金钱的争取、金钱赚钱啊什么，他都非常擅长啦。因为他本来土能量就很强，他不太会是这种东西做得不好，所以很合理哈。他这方面的能力是有发挥起来的，所以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啦。目前看起来就只有最初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情感表达能力比较差而已，所以你要比较放宽心，不要太急于去跟他要一些情感上的确定。譬如说，你要很早或是很快就要跟他确定说你在他心中的位置，还有很早就要跟他确定，从他嘴中听到说他喜欢你或他爱你，他很在乎你这种，他心里有。但他的时间表来说，还没有到时间能够让他扎扎稳稳的把这句话或这个行动表达出来，这是有差别的哦。有些事情不是只是看到有跟没有，它还是有所谓的时间表，是这个有跟没有在什么时间对他来讲是比较健康的出来才会比较稳定。急于去要，急于去确定，有的时候有点揠苗助长啦。出来的东西也许有，但就是不健康哦。所以你们两个的这种情绪上的节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他有很高的智慧跟能力，能够整理出他对于你的喜欢的表达方式，什么是最好的。好，他有了，他就会告诉你。好，顺其自然。我一直在讲说看牌都是要让你明白说为什么我们要讲能量，什么它会带来，因为你要顺其自然，你要顺势而为。整个宇宙给你的人或什么情况是什么适合你，它自然而然就会给你，但不是他硬是要给你，而是你自己的能量会有很多的变化，会有很多的修正，会有很多的成长，然后会有适合你的能量、契合你的能量才会给你。毕竟，爱情、恋人这个算是一种加分的、受祝福的一个能量场在进入你的生活，所以当然要给你好的啊。所以你自己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刚刚调整好，很难会有很坏的东西进来啦。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坏的能量进来，然后对你来讲都不合，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能量有太多的欲望、太多的空洞、坑洞，想要立刻被填补你心中的寂寞，跟你不想要一个人的孤独感，所以你就会选错，所以你就会只是要随机找个舒服的东西来让自己疗愈，所以很容易选错。所以才说要顺势而为，自然而然的去感受，很顺很自然的东西就会进入你的生活，然后你会很自然的放开心胸的去接受，就算不合也能够放开心胸的很自然的就放手了，差不多是这样哈。顺着情况，顺着事，不要去硬凹，不要去太多执念，一定要让它发展成什么样子。当然啦，这一题它有一个小小的点，可以让你去许个愿，看这个能量带来的人能不能趋近于你脑袋所想的那个人。有这个机会，你可以努力的跟宇宙许愿，或是心里具体的去想一下。是有可能有影响的，有点 buff。好，那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大致上是这样，3号牌也不错。今天的3组牌我都觉得还不错啦哈。那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期待一下，感受一下，有不错的人将出现在你们人生里。就这样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